你们是他粉丝，为什么不能拍照啊？对呀，我们都是看了视频慕名而来的，就为了跟他拍张照片。怎么了？你管着吗？就是啊。什么视频？说说什么视频？没有什么视频，别听他们瞎说。谁胡说了？你问大家是不是都是看着他视频来的？是啊。行了，别拍了，别拍了。过来的。行了，别拍了，别拍了。得，不要摆了。钟小姐，李先生，请坐。我要了一壶蓝山，不知道对不对你的胃口？我都行的。李先生，难道您不知道这么盯着一个女士看是不礼貌的吗？仿佛兮，若青云之蔽月；飘摇兮，若流风之回雪。您过奖了。可是您不是曹植，我也不是甄宓。张小姐学识渊博呀。区一个洛神赋，难不倒我吧？怎么，李先生，您这是在考我吗？有感而发而已。引经据典，出口成章。不过您不觉得咱们这么说话有点累吗？有意思，不俗啊。张静，我很喜欢你的性格。这么就直呼其名了，是不是有点快呀？你不装我也就别拘着了啊，这样咱们都会舒服一点。成，您请便。啊，向东他跟你急了啊！让我把他的视频给删了，还立刻马上说完有事走了。我觉得这也情有可原，突然间火了，一般人肯定接受不了，慢慢习惯就好。就是，小小，我觉得你真不用生气啊。那向东就是忒不识好歹了，他应该好好感谢你才对呢。哼，他真应该好好谢谢我。小小啊，你又不是头一天认识向东，让向东谢谢你，做梦啊！张静，你能来，我真的很高兴。您是算准了，我一定会来，是吗？为什么不呢？首先，我也算是个不错的男人，我不猥琐，也不庸俗。其次，我的相貌还算说得过去。这一般啊，爱自夸的人，大概分两种。一种呢是特别自信，另一种呢是特别自卑。我想，您属于前者，特别自信吧？知我者庄敬也。哎呦，您能不能别老这么知乎者也的？对不起，我习惯了，我注意。李先生，那我能问您一个问题吗？我看了一下您的资料，
您呢是一个非常成功的商人，但凡像您这种人，哪来那么多时间去周游世界啊？时间是自己安排的，用对的人做对的事，经营之道在乎其心。有时候你超然一些，不陷入那些琐碎的事情当中，反而会看得很清楚，更便于你的管理。这种说法倒是挺新鲜的。挣钱只是一个手段，不是目的。到我这份上了，我真的应该好好去享受生活了。瞧您说的，您什么份儿啊？哪有那么老啊？白驹过隙，如惊鸿一瞥。人生在世，这掐头去尾也就20-30年的好时光，我们为什么不能够好好的珍惜呢？我再也不想让那些俗物再蹉跎我的岁月了。听您说这番话，我倒是对您有了新的认识。荣姐，我向你保证，如果咱们两个交往，我不会让你虚度时光的，我会让你每一天过得都很充实，过得有质量。谢谢。大卫，今儿个非要请我吃大餐，这几个意思啊？咱这么好的哥们儿啊，请你吃顿饭，不就应两应分的呀？那我就不客气了，使劲吃，我不光管饱，非得让你吃顶了不可。哎，三哥，你发现了没有？这段时间咱院里有的人变化还挺大的呢。那是，这不饭馆开起来了，好歹也是老板，能没点变化？我不是说你啊，那你说谁啊？你说，这庄静啊，平常周末基本上都在家，不是写书啊，或是上网啊，他很少出去。那这个周末，他都是早出晚归。还真是，我也发现，以前我这妹妹平时穿衣服挺朴素的，随手抓件衣服就能穿。哎，这几次出门，这打扮，一看就是精心搭配过呀，还买了好几件新衣服，以前没见过。就是啊。哎，你这一说，还真有点不对头，化妆上也有变化。以前顶多化点淡妆，现在眉毛、眼线、腮红全画上了，还喷香水儿，以前从来没有过。你知道这说明什么吗？你说，说明什么呢？说明有情况。老板，我们都等这么久了，唱歌的小帅哥什么时候来呀？是跟你说他什么时候来，我真不知道。哎，
你这老板怎么当的呀？自己酒吧歌手，这不按点上班，你都管不了了？不瞒您说，您还说对了，我还真管不了他。你别吵吵，都别吵吵，吵吵什么呀？那啥那么准点？他肯定来，他今儿不来，他明儿一准来。这叫什么话呀？别吵吵，别着急，对吧？大家都别着急，好不好？不是来，什么时候来我也不清楚，你们再等等，行吗？这向东怎么还没来呀？这么乱，我要是向东啊，我也不来。烦不烦？能不能别说了？小金，你终于回来了。你挨这儿站着干嘛呀？不在屋待着？我在等你了。等我啊？有什么事儿吗？我有明天晚上2场国家大剧院有意大利无乐歌剧团演的《Barber of Seville》的票，我想请你去看，不知道你能否上演？行啊。他们演的那个《图兰朵》《茶花女》我都看过，这个塞尔维理发师我还真没看过呢。成，没问题。那太好了，那就说好了吧。你明天下班的时候我去接你吧。不用那么麻烦，咱直接大剧院门口见吧，成吗？好吧。行，那明儿见。那我走了啊，你也歇着吧啊。忙了，嫂子。哟，三儿啊，打过年之后就没见过你，这西装也穿上了，这小头也梳得这么利落，你干嘛去了？猴子现在有正经营生了，不跟咱混了。说什么呢，哥？要不是我妈非逼着我让我跟我舅去公司里跑业务，我才舍不得离开你呢。不过先凑合干吧，挣的还行。得了吧你，1月8000多，你还嫌少啊？我这小庙供不起你这尊菩萨。嫂子，你听见没有？我哥又开始挤兑我了又。你别搭理他，你听我说啊，你就跟着你舅好好干，比在他那儿强。哎，这嫂子，这老爷子这招牌不都挂出去了吗？说改宫廷菜了，我看馆子里边怎么也不少人呀。老爷子是厨师，他哪懂管理啊？还自以为是，我说的话他也不听。就他那邪了门的经营方式，能上人吗？爸说了，再等1、2个月，一定就跟现在不一样。2个月？嗯，他那做菜的成本，2个月得糟践多少钱呀？反正我手里这点钱就能供半年的，到时候就等着一块死吧。哎，你能不能说点吉利的话呀？我吉利得了吗？别理他，别理他。不是，老爷子教咱们做的那些个菜，那真是一道是一道的，都是好菜，没说的。可你说现在这年月，还有那么多真懂吃的人吗？他做菜那程序要求那么严，用料那么精，功夫那么大，成本这么高，你看这也不见上课呀。我这心里都有点突突了。你看，其实这饭馆现在老板也不是我了。我那天跟老爷子建议啊，说接点散客，可是他就是不让。他说这就是私家菜的做法，得让客人在这吃饭像在家里一样。每天呢，中午、晚上各4桌，不能翻台。我知道是这做法吧，其实我心里也打鼓，但没招啊。老爷子说的那些个老理儿啊，都对。
有些私家菜馆也都是这么干的，可就怕它不是那时代了呀。张晶，你觉得今天的演出精彩吗？太精彩了！哎，你说不知道为什么哈，他们用那个意大利语原文演唱的歌剧，我一句都听不懂，但他们所表达的那种感情、内容、故事，我全明白。哎呀，演员演得太棒了。嗯，你真的还明白了啊？嗯，我觉得我跟主角很有共鸣呢。你跟他有什么共鸣啊？我看你有好几次都热了盈眶了啊！你看我干嘛呀？你不看戏？我觉得这就是歌剧的魅力。真是太美啊！你知道吗？从东四到西四这条街可以说是我们北京最美的一条街。是吗？是啊，这条街呀，涵盖了许多我们北京著名的历史文化遗迹。我跟你说啊，你看，东四牌楼、美术馆、红楼、景山、故宫三座门团城，还有北海、中南海、北京图书馆，还有老北大医院，西四牌楼。当然了，这些牌楼现在都没有了。不过呢，这条街可以说是见证了我们北京的历史。张晶，你知道吗？我真的爱北京这座城市，它有那么的博大精深，那么的神秘，那么的有文化底蕴。同时，它又有极其现代化的建筑，就像水立方啊，像鸟巢啊，这在西方都是很前卫的建筑设计。真的很奇怪，你说这种现代文明和古老的文化，都可以在北京这座城市那么完美的结合在一起哈。这需要海纳百川的胸怀才能做得到。没错，所以呀，在我们北京城里，最美的、最有魅力的，就是生活在这里的人。你说的很对，最有魅力的就是生活在这里的人啊。就是你，你在我心中是最有魅力的人。切，你这什么思维模式啊？我说的不是这个。我说的就是这个意思。张晶，我喜欢你，就像我喜欢这座城市一样呢，被深深的迷住了。我已经不能自拔，无药可救，食不知味，夜不能寐。行，打住吧。再说你就病入膏肓了，有那么严重吗？张晶，你不要以为我跟你是开玩笑的，我跟你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真心的。戴维，你先听我说。张晶，你知道当初我为什么一定要住进庄家小院吗？为什么呀？来，你撒我一下。你就是行走的风景啊！兰亭，我极其欣赏的女人，她的背影走进庄家小院儿，我是为她而来。我想亲手掀开她神秘的面纱，我想走进她的生活。当这一切成真的时候，我没有失望，反而更坚定了自己的决心。张晶，你就是我梦想中的东方女神，是我渴望一起共度余生的人。请允许我用我自己的方式去追求你。
David， 不，行走的风景。首先，我要感谢你对我的真诚，可是你也听我把话说完。算了，我直说了吧，咱俩不可能。为什么？没有为什么，你就别跟我这儿瞎耽误功夫了。张晶，时间会改变一切啊！你会有接受我的那一天。那你就试试看。
哎，我话还没说完呢啊！三哥，你别走啊！我告诉你，你要不是我哥们儿，我一大背胯摔残了你信吗？我怎么了你就摔我？你说你怎么了？癞蛤蟆想吃天鹅肉，追我妹妹，你不撒泡尿照照你这德行，你配吗？庄这边请你注意你的语言啊！你现在又在开始侮辱我了。侮辱你了，怎么着吧？三哥，我的好三哥，哎，你别急呀，三句话好好说，成不成？哎，要不晚上我请你烤肉鸡？佛跳墙也没戏。哎，三哥，我有正经职业的，我是一个健全的人，我未婚，我跟庄静的年龄相当的，那我就不明白我为什么不能去追求她？你说为什么？因为你是外国人，知道吗？干嘛？外国人怎么了啊？很多外国人都和中国人结婚啊，他们也过得很幸福。别跟我说这没用的啊！别人我不管，我能管我妹妹。先还别说我们家老头，打我这儿你都过不去。连庄静都同意我试试，你为什么还要拦着呢？啊？这是说什么了？我跟庄静说了嘛，我说时间会改变一切，我相信他会有接受我的那一天。然后他就说：“那你就试试吧。”你还老跟我装中国通，好莱坞听不懂啊？你家劲儿那是拒绝你，没听出来啊？所以我才请你帮忙啊，看看有什么办法能让我打动他的心。帮不上忙，你家劲儿你不了解，那非常自我，非常有个性。他说想要什么，谁也没戏。这么些年了，我妈、我爸，还有我，为他这点事儿操多少心，给他介绍多少人，有钱的，长得帅的，有漂亮的，啊，有地位的，一个他也看不上。你家劲儿的眼睛在那儿呢，就你，歇菜吧，没戏。三哥，这么多人没看上，那不就是缘分没到吗？说不定就在等我了。哼，我相信，精诚所至，金石为开。我拿出铁杵磨成针的精神来，一定会打动他，获取他的芳心。哎呀，你呀，你以为你会几句成语就中国人了啊？玩去吧你！嘿，三哥，咱是朋友，你就说你帮不帮我吧。不是你什么意思？我要不帮你追我妹妹，你就跟我掰了是不是 ？Yes， 如果你不给我出主意，以后你是个不受欢迎的人，我的家也不用再来了。哎，怎么成你们家了？回来，回来！烤肉季在那边。连菜都不备了，这哪叫开饭馆啊？这我跟你说，我就不该听你笑话。我现在后悔，就应该当时把那10万块钱给撤回来。昨天我又去看了一眼，一桌客人都没有。见天在饭桌上叨叨这点事儿，你烦不烦啊？我能不叨叨吗？原来还能上几桌客人，那好歹员工工资什么的能挣出来吧？现在倒好，一个星期都上不了一桌客。唉。10万块钱，在北京连3平米的房子都买不到，你至于吗？真够烦人的。我当然至于啊，妈。喂，三儿，你吃了吗？啊，饭馆吃了。你都回来了，你爸和凤怎么还不回来呀？嗨，我爸说后厨的家伙事儿，搁的不是地方，不顺手，啊，又收拾上了。凤肯定最后一个回来呀，估计后半夜了。你瞧瞧，你爸一大早就出去了，到现在还不着家，时候长了，我真怕他这把老骨头散了架。对呀，妈，所以我们这支持我爸干这饭馆是不是错了？那到时候肯定竹篮打水一场空，钱挣不着，再把老爷子累出个好歹来，你说说。
开饭馆是正摊，这决定没错。关键是老爷子非要开私家菜，我当时也二乎，可他那霸道劲儿，也没我说话的份儿啊。那没他那么干的，不接散客，提前预定，中午4桌，晚上4桌，做什么就得吃什么，还不能现点，这不出幺蛾子吗？我一直想找机会跟他说道，我一张嘴，哎，让我玩去。咱爸那叫自恋，他现在就觉得他说什么都对。哎，这人上了岁数啊，就越爱犯这毛病。哎，瞧你们把咱爸给说的，咱爸的宫廷菜是货真价实的，不说别的，就从他手里那个老佛爷御笔亲批的孤本老菜谱，咱爸的菜就不可能没人认。对，那菜谱是真的，那得让人知道啊，爸做的菜好吃。哎，那得人来吃了才知道，这得会经营，得吆喝。哥，你这话说的太对了，我就是想让咱爸知道这个，可他油盐不进。差不多行了啊，就知道在背后叨叨爸，有本事当面说呀，有本事把咱爸说服了，给我看看呀。真吵！妈，我说完了啊。走，谁招他了？我把姑奶奶惹了，招他。这说的对着呢。你就惯着他吧。哎，一人躲这儿干嘛呢？小小，我正跟一个网友聊天呢。还挺时髦，别告诉我你网恋呢。我倒想练，可是人家根本不到我这一茬了。那你还跟着起什么腻呀？这不瞎耽误功夫吗？哎呀，可是他太有才华了，他拍的照片有一种特别独特的味道，很有感觉。我真是太欣赏他了。哟，能让我们受聘于 Discovery 的大摄影师大卫先生这么欣赏，那这位网友得多高端呀！小小老朋友，你就别损我了，好不好？哎，正好跟这儿遇见你了。本来啊，我真找你有事儿呢。哎，什么事儿？你知道你上次给那个瑞丽拍那组照片特别好，我们老板特喜欢，就说你那个构图啊、那角度，还有那个抓拍模特面部表情那些瞬间，都太完美了。行了，小小，没想到你还挺有品味啊。那当然了，好歹我干这事儿也是跟时尚沾边吧，咱也是时尚小达人呢，对吧？啊，那啥，咱俩是朋友吧 ？Of course， 我90后的朋友不少啊，但是你是我最喜欢的小朋友，没有之一。那就行。是这样，我们公司啊，那网上有一板块，就是跟时尚有点关系的这种，有其中一个板块啊，它那个点击率一直都不高，我就想说，你能不能把你照片发过来，让我们也发一发，增加点点击率什么的。就这么点小事啊？哎呀 ，No problemo。你说这饭馆的生意不好，爸还天天在那儿盯着。今天老爷子说了，要是没有人订桌，就不备料了，听得我心里酸溜溜的。没事儿，大不了这30多万再砸进去，挣钱了，不就为了开心吗？只要你和老头开心，我无所谓啊。你是想得开呀，可是这饭馆不好，我跟老爷子能开心吗？不还能撑小半年呢吗？别着急啊，说不定也跟那鬼屋似的，砰就爆出个大奇迹来。也是，事在人为，这最后会怎么样还不知道。天要降大任于斯人，必先苦其心志，劳其筋骨，饿其体肤。芬儿啊，老天爷在磨练你呢，你马上就是死人了。
你可以呀，啊，还能冒出几句文绉绉的至理名言呀。我潜力大着呢，你都没发觉呢。哎，我跟你说点好玩的事儿。你说，你说那戴维，癞蛤蟆想吃天鹅肉，追我们家静儿，让我们家静儿给狠狠地撅了一下。我早就觉得戴维看劲儿的眼神不对。这也能看出来？当然。哎，你说有这样的吗？他让静儿给撅了，他非拉着我，让我给他出主意。我要不出吧，还要跟我绝交。你出了？我开始没出，我还骂他一顿。后来一看，挺坚定的，也挺真诚的。我一想啊，其实这外国人模样还行，人品也还行，也有点本事。你家静儿要真嫁给他，也未尝不可呀。你妹的事儿你不许掺和，你听见没有？他这个人翻脸比翻书还快，他脾气这么坏，我惹不起。你家静儿有这么厉害吗？怎么不厉害啊？想当年咱俩要结婚的时候，这爸妈反对也就算了，哎，他跟着掺和什么呀？他不是就嫌我是外地来打工的，觉得我配不上你吗？还记上仇了你？最后不还是把你娶了吗？我就记仇了。最后咱俩是结婚了，那说明你意志坚定，那不是也是趁着他在国外留学，咱俩偷偷摸摸跟做贼似的把婚结了。哎，你看他回来，冲着我脸不是脸，鼻子不是鼻子的，这都多少年了啊？儿子都多大了？他现在还没事儿，老拿话捎的我呢。小怨妇，那毕竟是我妹妹啊，是庄家的姑奶奶。那你说她30大几了，连个对象都没有，我这当哥的能不急吗？那怪谁呀？那不是怪他吗？啊，眼睛长头顶，这头顶看哪儿去啊？谁他都看不上。再说了，就他那脾气，谁跟他在一块儿谁倒霉。这不来了一不怕死的吗？这戴维想受罪，让他受去呗。你是不是给戴维出什么馊主意了？出了，但不馊啊。继续，继续。哎呦哎呦！你别把我脑袋呀！你别动啊！你乱动有生命危险，我告诉你。嘿！哎呀呀！好，来，你说你这肩膀啊，他这外头听着你这屋跟杀猪似的，他怎么了？哎呀，他说他肩膀疼啊，颈椎也不好，手老发麻，让我给他推拿正骨，这不正拿着呢吗？哎呦嘿，戴维啊，你这回算找对人了。你知道我妹妹推拿正骨在京城那是一绝，平常啊忙着教学根本就不出诊，找她瞧你得预约，知道吗？是我的荣幸呢。对，来放松一下，劝你治肩周炎啊，胳膊抬高了啊，使劲儿。哎，行，得了，妹子，你接着杀啊，杀！哎，大哥，你走啊，再聊一会儿啊。聊什么呀？来，注意力集中啊，别伤着你。你说他至于发这么大脾气吗？犯得着吗？连面都不见了。没想到这小子这么倔。可不是吗？从那之后啊，他再也没有去过顺子哥那儿，就连顺子哥都联系不上他，手机关机了，玩消失啊！这也太没有天理了吧！我们家小小是为了他好，好不好？我听着就来气。走，找他去，小小。小小，你别害怕，有我们在，
他向东别想耍什么幺蛾子。没错，咱找。不能这么老把我当猴耍呀！想见就见，不想见就不见了。这次我还真不信了。怎么跟上刑似的？我就是上刑了。哎呀，庄静看着那么稳弱的一个女子，可她一出手也太狠了。刚知道啊。三哥，你给我出的什么馊主意啊？是岔开的风，带着那么独有的书卷气，飘飘洒洒着流水，把交错的胡同挥洒的没了俗气。是岔开的夜，有着那么热情的烟火气，红红火火的吆喝，京城的轻轨衔接上了地气。是岔海的冬，总有那么欢喜的剧情，兴高采烈的北风，让什刹海的冰面充满了孩子气。天地越来越觉得你简直就是传奇。是岔海，是岔海，我庆幸生长在这里，一人一出戏，努力做好自己，才不会辜负你。